如果你年龄超过50岁，并且喜欢锻炼，有5个重要动作你需要非常小心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将告诉你它们是什么，以及为什么你可能应该避免它们。如果你不知道我是谁，我叫威尔·哈洛·法纳姆 HT 物理治疗中心的50岁以上专科物理治疗师。今天我将揭示5个对50岁以上人群最糟糕的锻炼。在我进一步之前，实际上没有什么锻炼是坏的锻炼，通常是人们错误技巧导致受伤。但话虽如此，我确定有5个特定动作确实不太适合50岁以上的人，受伤风险高，收益低。老实说，我认为这些动作对于任何超过50岁的人来说都应该被淘汰。我将解释它们的定义及避免它们的原因。第一个，我认为50岁以上的成年人应该避免的动作是直立划船这种运动。我将用一根手杖来演示，因为我这里确实没有杠铃，但我们在健身房里常常看到人们这样做。基本上你是要站着，像这样握住一根杠，双手的指关节朝前，你就这样划起。虽然这个动作有助于增强肩部力量，也能增强一些二头肌力量，但这个动作的问题在于这个位置，明白吗？所以，如果你考虑一下我现在肩膀的情况，我是屈曲的，而且我处于内旋状态。现在这个位置是我们在诊所中专门用来诱发肩袖问题的确切位置，以便检查某人是否存在此类问题。我们称之为霍金斯和肯尼迪位置，明白了吗？这是我们用来检查某人是否有肩袖夹击的测试。所以每次你这样抬起手臂时，你所做的就是在施压肩袖，尤其是在杠铃两侧加有重物时，如果重量过大，你就会处于一个非常脆弱且不安全的位置，这可能会加重肩袖的负担。所以如果你超过50岁，显然肩袖的情况通常不如20多岁的人健康，因此我不会冒险给他施加过多压力。你可以做更好的肩部锻炼。如果你想要更强壮的肩膀，避免做直立划船，因为这会保护你的肩膀。接下来，50岁以上的人几乎肯定应该避免的锻炼是背部伸展。背部伸展大致是这样的：你趴在地上，双手放在一边，然后像这样抬起身体，可以有腿部支撑，也可以没有。有些人就这样做，有些人也会用腿。我非常不喜欢这个锻炼，尤其是对50岁以上的人。我不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涉及到腰椎的伸展，这对50岁以上的人来说可能会加重背部疼痛和其他问题。另一个我不喜欢的原因是人们会过度进行这个锻炼，做很多重复。每次做的时候，他们可能并没有使用他们想要使用的肌肉，他们使用的是腹肌肌，这些肌肉很容易变得紧绷。这可能是导致下背部痉挛的问题发生的相当频繁。如果你下背部有任何关节炎，保持这种延展姿势就不太好。所以这个运动对于50岁以下的人来说还不错，但对于50岁、60岁和70岁的人，我几乎总是避免进行，尤其是背部伸展。请注意，这与眼镜蛇是有很大不同。我对50岁以上的成熟人士并不介意。我不介意这个的原因是他不使用背部肌肉，而是使用手臂肌肉，这是一个灵活性练习，而不是强化练习。后者人们可能做得太多、太快，从而导致背部问题。接下来，我不太喜欢50岁以上的人做的运动是卷腹。卷腹是一种普遍的腹肌练习，主要锻炼腹部的前侧肌肉。卷腹的动作是这样的。你可以坐着或躺在背上，然后尝试做一个坐起的前半部分，收紧腹部肌肉。同样的原因，我不特别喜欢这个运动给50岁以上的人，因为人们往往做得很疯狂，他们做快速的动作，每次这样做都会涉及到腰椎和胸椎的快速屈曲。这有什么问题？这确实有问题，因为那种向前屈曲的动作 A 可能会对椎间盘造成压力，尤其是如果人们做得太快速。B 可能会引发剧烈的肌肉痉挛。C 腹直肌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6块腹肌，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。对于下背部健康来说，所以如果人们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增强核心力量，那也没错。
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核心练习，它会让你的6块腹肌稍微强壮一些，但并不是保护脊柱的那些肌肉。总结，这在预防背痛上并无价值，甚至可能引起背痛。所以如果你超过50岁，避免做卷腹，因为还有更好的运动可以做。如果你超过50岁，下一项要避免的锻炼是颈后推举，这是一项我在健身房里经常看到人们做的肩部锻炼。基本上它看起来是这样的，我们假装这是一根杠铃，它从头的后面开始，像这样，或者说在颈部的后方，然后你把它推到头顶上，再轻轻放回去。像这样，我不喜欢这个锻炼，尤其是对于50岁以上的人，有几个原因。我不喜欢这个锻炼的第一个主要原因是，正确的完成这个锻炼确实需要大量的外旋转，因此手臂必须旋转得非常远。如果你有任何关节炎，你可能会失去一些外旋的能力。所以如果你不能旋转得那么远，你的手臂就会在这里。看看这对我的姿势和脖子造成了什么影响。我无法将它恢复到正确的位置，因为它把我推向前面。所以如果你失去外旋能力，然后尝试推举，那就是一个可怕的位置。尤其是当你头顶上有重量时，你会给脖子、胸椎和中背带来压力，而且你肯定会给肩膀带来压力，这就是我不喜欢它的一个原因。我不喜欢它的第二个原因是，如果你的技术不完美，下降得太快，砰，你会撞到自己的颈后或者肩膀的顶部。我见过人们这样做，相信我，这可不好看，所以不要做这个锻炼。所以从侧面给你演示一下，你可能是站着做，但我会坐着演示。就像这样从上方，如果你做错了，会在这里造成冲击。更好的选择是做前颈推举或军用推举，这同样并不适合所有人，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比后颈推举要好。所以我们把杠铃稳稳地放在前面，不需要太多的侧向旋转，我们要用力向上推，再回到下方，确保前面不碰到我们的鼻子。所以这是一个更好的选择，避免后颈推举。如果你想要一些更有创意的肩部锻炼，还有很多更好的替代方案，这绝对是要避免的。接下来我要给你介绍的第5个，也是最后一个练习是颈部练习。但在我告诉你要避免哪个练习之前，88%观看这些视频的人还没有订阅频道。如果你是其中之一，只需向下滚动，点击订阅，完全免费，然后你将是第一个听到我们视频发布的人，这确实对频道有帮助，所以谢谢你的支持。所以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练习叫做颈部滚动。这个练习通常是在锻炼课程或类似的热身活动中进行。它看起来是这样的，首先将脖子轻轻转动过来，然后再慢慢转回去。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增强力量的练习，而是一个增加活动范围的练习。有时人们会因此而这样做，向下滚动。这似乎在热身和课后放松中很常见。现在我不喜欢这个练习，尤其是对于50岁以上的人，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非常明显，如果你做这个动作，仔细感受一下，听听你能听到什么声音。所以当我这样做时，我能听到脖子里的咔嗒声、裂声和脆响。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不健康的脖子，这只是因为我试图同时结合3到4个不同的动作，这使得我的颈部关节处于一个奇怪而不舒服的位置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样，但我知道颈部非常复杂，我不想让我的颈部长时间处于奇怪的位置，因为那样会很疼，而且还会僵硬。所以当你将所有这些不同的动作结合在一起时，几乎是在无形中磨损关节，这对颈部疼痛的人来说可不好。我见过一些人来诊所，他们的颈部出现问题，因为他们在做这个动作，以为这会有好处，所以尽量避免。还有更好的选择。颈部有6种纯粹的运动方式，包括前屈和后伸、左侧和右侧的侧屈，以及左旋和右旋转。你最好只做这些纯粹的动作，而不是试图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做颈部旋转，这样可能会伤到你的颈部。总之，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这些是大多数50岁以上的人应该避免的5个动作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在下面留言，订阅频道。欢迎随时购买我的书，书名是《超越50岁》，你可以通过下面的链接在亚马逊找到它，里面有很多更好的锻炼方法供你参考。谢谢观看，我很感激你的时间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